这是一种可以直接使用的面线鱼。它们浑身滑腻，裹满粘液，想要稳稳夹住，就必须使用顶级冰木制成的筷子。可对于弱鸡二人组来说，这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夹不上来就只能饿着肚子，两人被饿得头脑发晕。第一天修行就被凌晨2点半的钟声敲醒，睡眼惺忪的二人被迫换上道服修炼。面前摆放着2根蜡烛，两人必须心怀感激之心，蜡烛才不会熄灭。只要坚持30分钟就能吃到早餐。可一听到早餐2字，两人的蜡烛噗的瞬间熄灭。但好在只要摒弃杂念，蜡烛又会重新燃起。就这样反反复复，直到中午，阿鲁和小松才勉强通过第一关。然而想吃饭没那么容易，面前这口大缸里装满了鸡蛋大米，每一粒米里都包裹着流心蛋黄，而两人必须用筷子夹出米粒。阿鲁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粒，可尽管他已经非常小心，但是一不小心，鸡蛋大米还是破碎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种大米只要碎一颗，整缸大米都会起连锁反应，全部爆开。接着饿着肚子的两人又被带到了院子里，看着满墙的弹孔，小松一头雾水。这时石修命令他们双手合十，姿势必须要绝对标准，否则就会被扎成刺猬。下一秒，一枚暗器突然擦过阿鲁的身体，扭头一看，竟然是感恩仙人掌，号称人体描边大师。两人只能保持虔诚的姿势，尽可能的避免被尖刺所伤。等仙人掌发射完毕，阿鲁已经被射成了刺猬，而小松也只剩下了半条命。石修见他们可怜，随手掏出了2粒豆子，这是一种可以开出火腿之花的植物。他将种子埋进土里，两人的任务很简单，只要守护种子开花结果。当火腿之花盛开之时，就是他们的吃饭之日。两人围坐在花盆旁，一直从白天守护到黑夜。第二天，两人的种子终于发芽，开出了像火腿一样鲜红的花朵。可还未等两人来得及高兴，一只面包蝴蝶就落到了花瓣上。小松还以为蝴蝶是来当配菜的，不料蝴蝶飞走的时候，顺手还带走了一大片火腿。石修这才悠悠表示，这种蝴蝶最喜欢偷吃火腿。两人顿时一阵无语，这话为什么不早说？夜晚，阿鲁来到屋前打坐，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让他感觉到枯燥乏味，但好在有小松的鼓励，阿鲁又重新振作起来。第二天的训练内容照旧，但感恩蜡烛变得轻而易举，两人随随便便就能坚持30分钟。石修震惊不已，普通人至少要修行2年半才能做的，这两货居然只用了3天。为了给两人加大难度，早餐石修端上来一盆面线鱼，这种小鱼滑腻难夹，还必须要用顶级的冰木筷子去夹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感恩仙人掌再也伤不到他。石修继续加码，在两人的头顶放上一块陶瓷布丁，这种布丁只要动1毫米就会崩塌，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才行。可话音未落，阿鲁的眼皮突然眨了一下，陶瓷布丁瞬间碎裂。午饭时，两人改用10米长的筷子去夹碗里的豆子，能不能吃到全凭实力。到了夜晚，两人再次挑战火腿之花，而这次仅用了不到2分半钟就发芽盛开。可面包蝴蝶再次飞来，阿鲁起身驱赶，可仅是随手一挥，面前的百层高塔就瞬间被他劈成了2半。见此一幕，小松人都傻了，就连阿鲁也是震惊不已。然而石修却淡定地表示，这就是修行的成果。接下来轮到小松，石修拿来了一条河豚筋，小松二话不说，直接手起刀落就将河豚筋的毒囊完美取出。更离谱的是，就连河豚筋自己都没察觉已被人开膛破肚。看来小松的实力也有了质的飞跃，但真正的高手能在不点穴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取下毒囊，相信再过不久，两人的实力必能达到巅峰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段修行的核心不是技术堆砌，而是身心淬炼。蜡烛燃灭考验感恩之心，失去敬畏则杂念激生。夹流心蛋黄米练微观控制，一粒疏忽全缸崩毁，躲仙人掌练不动定力，守火腿花需对自然规律的耐心。10米长块陶瓷布丁层层加码，逼二人突破生理心理极限。真正的成长是将规则内化为本能。阿鲁劈塔是无意识力量的释放，小松取毒囊是刀工与感知的完美融合。训练指向同一真理，美食猎人的强大源于对万物的深刻理解与绝对掌控，并在每一刻保持纯净、专注与谦卑。当技巧与心性合一，巅峰不再是目标，而是自然结果。这就是修行的全部秘密。